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1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0.08，收盘价是218.8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5.34，最低价是在217.15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3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6 倍量增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，并且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快线和慢线都在零轴的下方。那这些信息都说明目前股价已经进入到了空头趋势，或者这个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那这样的线型，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叫天剑线。那天剑线呢，是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如果它出现在相对低的位置，是变盘向上的信号；如果天剑线是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呢，它将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目前这个天剑线啊，它是在下跌的行进中。那如果日后股价不能够站上它的最高，也就是225，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也就是说，只有股价站上它的最高，才能够确认变盘向上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2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228。实际在1月12日收盘价是在218.89，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因为是跳空的低开盘，所以是有缺口的，所以股价一度是在开盘上涨，然后回补完这个缺口之后啊，又反转向下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低位。那虽然我们预测的也是下跌，但是呢没有预测到会有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。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说出现这样的K 线，那日后股价如果不能够站上225呢，会继续有下行的走势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月1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6，是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前低是11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194，那194是这一波股价下跌真正的目标，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维持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所以这一波股价下行的目标啊，一定是194。当然，我们说如果目前股价的这个下行走势啊，
如果不跌破194，那么股价会有继续反弹向上的一个可能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的2个目标，我们先给出这2个目标。那我们再来看上行，上行我们需要来做一些调整。那目前上行的第1个目标，我们会把它设在这根天剑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25这个位置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为什么加在这个地方呢？因为目前股价只有站上这个位置，才有可能出现反弹，否则股价会继续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走势，或者这样一个空头的趋势。这个空头我们指的是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会继续沿着这个趋势向下。所以目前的第1个目标呢，我们会把它设定在225。那股价站上225才能够继续反弹，这是股价向上的第1个目标。那第2个目标呢？我们依然保留这个241，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。241相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叫前高，这是第2个头。我们会看到这是第1个头，然后出现下行之后出现最低。然后我们会看到它是出现了一个反弹，所以这个地方是第2个头。那接下来现在就是再次出现底，对，那么股价站上225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继续反弹。那么继续向上，只有站上241才能瓦解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。对，好，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呢，那向上的目标就是265，也就是12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站上它呢，我们说将会继续自2023年10月31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但是我们说现在已经相对于已经跌破这个228，目前这个多头趋势已经被瓦解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清理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我们把多余的水平线先去除。好的，这是3个目标，下方我们先给出2个目标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的说明。我们依次再来说一下上行的3个目标是225、241和265。好，那对于1月16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位置呢，是在217，也就是这根天剑线的最低。我们把这水平线调整到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217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才会有反弹的可能，否则股价会收低继续下行。这是我们关注217的理由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分析说明。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。我们先去除辅助线。那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对于2024年1月8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。那收盘价跌破前低，也就是前一根 K 线的最低，也跌破了这个多头趋势的前低，也就是12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这根 K 线呢，它是一根我们在当时解读的时候说，这是一根上攻的 K 线，因为收盘站上前高，
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然后成交量增，那么股价呢，我们会看到在之后的2个交易周收盘价都没有站上它的最高，所以股价没有出现上攻。那目前股价在1月8日当周收盘价是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，那也就是瓦解了这个上攻的 K 线，对，同时呢，也瓦解了这个多头趋势，所以从 K 线信息解读，我们说，股价会继续下行。那么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我们认为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这个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的中线，也就是在228附近，它将是一个强压力。那站上它才能够继续反弹。那要瓦解目前的空头趋势，只有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41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向上测试265。否则股价会出现从这样的一个K 线信息来解读，会遇压力而继续出现折返向下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在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当中，我们说在当周如果是收高，可能会收在245。如果是收低呢，会收在228。周中我们关注的是前一周 K 线的最低，在235附近。那我们会看到当周呢是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最后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，这是在200均值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的回顾。那对于1月15日，也就是即将到来的一个交易周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我们把这个观察位下移到217。同样，我们是关注前一周这根 K 线的最低，那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反弹。如果股价在周中是在217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会收低。那如果收低呢，我们认为下方会收在208。对，这是我们认为如果出现下行，会收盘在208。然后如果出现反弹呢，我们认为会收盘在228附近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，这根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部分，对，我们认为可能会收在228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出现这样一个线型，对于多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，因为出现这样的一根 K 线那股价是很容易遇压力，也就是在到达225之前出现反转向下继续下行的。所以要想进场抢反弹或做多，只有等待股价站上225之后，才可以考虑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目前空头的目标实际上就是194。那之前206也是空头的目标，因为206目前只是一个支撑位。那对于空头来说，它要守的位置就是225，它要守住这根天剑线的最高。对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1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225，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
在226.5到227.5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然后第3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这个小的缺口，是在231附近。第4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34附近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低217，第2个支撑是206，第3个支撑就是19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说明呢，我们给出1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，或者叫平盘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13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2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8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或者平盘的条件是，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那第2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8，上方会到达22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出现这样的反弹的条件是，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